前段时间，极星品牌出了个发布会视频，结果底下很多粉丝疯狂的艾特我。作为小米SU7车主，这成功点燃了本堂主对极星品牌车型的好奇心。我倒想看看极星旗下的车究竟操控都是个什么实力。于是我这回来到了成都天府赛道，来测一测他们的极星4。很多汽车品牌都有自己的高端运动品牌，奔驰有 AMG， 宝马有 M-Power， 丰田有改造 Racing， 现代有现代 N。那么沃尔沃有什么高端运动品牌呢？没错 ，Polestar 极星。Polestar 极星其实源于瑞典1996年成立的一个赛车队 Flash Engineering， 他们常年改装沃尔沃的车来参加斯堪的纳维亚房车锦标赛，成绩非常的突出。2005年改名叫 Polestar Racing， 成为沃尔沃官方的御用改装品牌。这个品牌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源于赛道，浑身散发着运动的基因。那么问题来了 ，Polestar 出品的电车极星4，它如今的操控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吧。OK， 我今天来到了成都的天府赛道，摆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台极星4。544匹，686牛米，0百3.8秒。那它身上有什么黑科技呢？首先从外观看起，这个车它是经过了重新设计的，不管外观还是内饰，它的设计师是它的原 CEO 托马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底盘，这台车底盘非常优秀。首先它用了22寸的锻造轮毂，它用了 Brembo 的4活塞的卡钳，它用了392毫米的大的刹车盘，然后它的防倾杆也要更粗。同时呢，它还用了265的大宽胎，前后265的大宽胎，所以这台车的抓地力会非常的爆炸啊。另外呢，这台车整车的底盘啊，包括它的转向什么的，都是经过了赛事部门的调教。然后这台车的轴距呢是接近3米，但是它的车身只有4.8米，这是因为它的前后悬非常的短。就这个车啊，别的不说，你光这个外形看起来就真的非常战斗，而且它的后面连后挡风玻璃都没有。反正从设计上来说，这个车真的非常的别出心裁。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一台别出心裁的好看的极星4，它究竟是个什么实力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拉个0百助兴吧。50、100。今天我来到了成都赛道，然后测试极星的0百，现在电量只有64%，但是我刚才连测了3把，然后它的0百的时间都是3.87秒，非常的稳定，距离它的官标3.8秒也是非常接近。如果它有100%的电的话，应该都不止3.87秒，应该能到3.8秒以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60到160公里每小时的成绩究竟能到多少吧。开始100、160。它的616成绩是5.76秒，因为当天还要继续刷圈，所以我只测了1次。这个成绩呢是要略慢于小米SU7的4.6秒的616成绩的。但是小米SU7的马力呢是673匹，而极星4呢只有544匹，所以极星4的这个成绩相对于它的马力来说，肯定完全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在赛道圈速这一块，这台极星4在3.2公里长的成都天府赛道究竟能做到多少呢？那考虑到成都天府赛道刚建不久，且平时不允许电车下赛道，所以成都天府赛道并没有留下什么电车的成绩。那刷极星4的当天呢，现场也的确是有一台小米SU7。本来我是想当天也做一个小米SU7的现场圈速的，来跟它做一个对比，但是我定眼一看，小米SU7居然还是原厂刹车，我瞬间打消了这个大胆的想法。那么接下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极星4成都天府飞行圈。得走。
哇，这个电车的提速真的是摄人心魄，就像高铁一样，你只能听到耳旁呼呼的风声。1号弯尾速达到了恐怖的201公里秒时，130重刹一脚，这车别的不说，刹车真的是超级有信心，也有脚感。我这是第一次开这个车，没想到刹车点找的还挺准，紧紧的抱住了各个弯心。100多的速度冲进3号弯，这个车底盘确实相当扎实。虽然弯速跟油车没法相提并论，但是在电车里面算是非常高的了。转过4、5、6号一连串连续弯，接着就来到了一条小直线，又是极星4擅长的世界。7号弯前尾速能到162，重刹一脚，弯速瞬间掉到100几。我感觉刹车刹多了。如果是油车，前方这个弯松油甚至全油都能过，但这是2吨3的电车，第一圈尝试我还是不敢，可惜也没有机会再去改进了，因为当天用赛道的媒体非常多，大家时间都很紧张。那11号弯之后呢，就是一路上坡的大直线了，电车扭矩的优势在这儿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一个字就是嗷嗷有劲儿。13号弯前尾速193，非常离谱，刹车进弯的时候还失误了一下，好在咔一下反打就救了回来，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哇，踩上路肩了。再之后呢，又是一条大直线。天府赛道为啥招人喜欢？就是因为它不像其他赛道一样全是低速弯、回头弯，这儿的 stop go 的特征没有那么明显。而接下来的16、17连续弯对电车来说就相对比较挣扎了，全程一直想抬，但是弯速还是高不起来。不过好在这车在弯里的底盘支撑是真的非常到位，过各种减速带也都游刃有余，能极大的满足你在开车时候的那种情绪价值。断动力了，别断动力啊，大哥！断了一下动力，我的天！最终冲线1分41秒7，断了一下动力啊。这台极星4在成都天府赛道的成绩是1分41秒70。另外呢，我曾经还在成都赛道刷过几节现代伊兰特恩的圈速，纯原厂状态下，冬天的时候能到1分41秒1。极星4在夏天的成绩稍微比它慢了0.6秒，但是伊兰特恩我是刷了好几节才出的这个圈速。而极星4呢，因为当天刷圈的媒体非常的多，所以我只刷了1圈，且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失误，因此极星4的成绩呢，明显是还有提升空间的。按我多年的经验啊，这台极星4在圈速的绝对硬实力这一块是绝对要比伊兰特恩这种前驱性能钢炮要略强一点的。其实对于它本身的定位来说，这个成绩已经很强了，毕竟它不是走的那种纯粹的硬核的圈速线路的车。这台车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它的底盘实力要远远强于它的动力水平，它的主观驾驶感受也要远远强于它的客观圈速。它在极限驾驶的时候呢，唯一的短板只有2点，第一是动力，它这套动力系统呢，放在几年前那会儿无疑是非常强悍且爆炸的，毕竟电车的更新换代确实是太快了。第二点就是 ESP 还是会介入，或者说它的差速器有保护，症状就是在你出弯踩电门的时候，突然会跳出来切你的动力，断动力了。但是这个车有一点好，就是只要你不是开的特别的激烈，相对温柔流畅一点，它是不会介入的。比如说我的飞行圈其实开的就挺凶的，但是它是真的是直到最后一弯前总共才只介入了1次，所以其实这个调教水平已经比国内大多数车的开放程度要强得多得多了。虽然站在性能车拥趸的角度，我是希望它能彻底关闭，但是考虑到买车的终究还是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所以能调成这样，我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那除此之外呢，它其他方面做的都很不错，它的系统对车子的保护很好。假设你处在高性能模式，激烈驾驶过后你忘乎所以了，如果没有注意到散热，那它会自己主动跳到标准模式去，保护你的电池跟电机的安全。它的刹车脚感呢，也让人从始至终都非常有信心，不论踩多凶，它的脚感都非常坚挺而且绵密。它底盘的硬件呢，比如说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避震、CDC 减震背螺旋弹簧，更强悍的防倾杆，让它在赛道里面的支撑性也非常的足。因为它搭载的是第2代采 F 内置电磁阀的 CDC 减震器，当车辆在转弯或行驶中经历侧向力时，高容量被动式减震器会通过压缩和释放内部回弹弹簧的方式对车身进行调整，从而减少车身侧倾的程度。这是很多单纯只有空气悬架的车没法比的。
且这台车避震的刚性极强，属于定制开发，不像一般的电车还是套用之前油车的成熟方案，这也是很多电车容易晕车的原因。据极星4的工程师说极星4的避震弹簧强到哪怕没有减震器的加持，过沟过坎也能拉住车身，而其他的电车是很难做得到的。从过弯的姿态上你都能看出来，它的侧倾幅度是极小的，且它的底盘带给你的反馈非常的及时。比如说我在压上路肩后的那一次失控，我轻描淡写就在一瞬间反打把车救了回来。这个车开起来沟通感确实是非常的好。对比小米苏7来说，极星4的前轴抓地力更有信心，进弯出弯的速度也能更快，且因为小米苏7前轮胎宽度只有245，所以小米苏7的前轴插出去保护介入会更加的明显，切动力也会更频繁。相对来说，小米苏7需要更加细腻的操控，而极星4呢则可以开得更加放肆一些。所以尽管它的马力相对小一点，在直线上会输给小米苏7，但是它在弯道里的感受确实是真的一点都不输。另外呢，就是这个车在欧洲卖得很好，它大部分的销量也都是在海外，所以它虽然在国内相对要冷门小众一点，而且它本身的品牌格调也足够有腔调，它至少支撑起它这个售价是完全 OK 的。而且它背后有吉利这个大集团给它做背书，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倒闭，你还可以坦然的接受它的冷艳孤傲跟与众不同。而且它的外观内饰设计也足够原创，不用跟别的品牌一样有心有灵犀的尴尬。内饰呢用的也是环保再生材料，逼格足够高，搭配北欧的性冷淡简洁风，以及沃尔沃一贯坚持的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的环保理念，带家人老婆孩子也相对更放心一些。然后就是它的价格，原来的极星都是30万到40万左右的价格，但是现在极星4的价格已经来到了27万起，极星都已经来到了20多万，你敢信？所以这台车的大致的情况就是以上我说的这些了。那它究竟是不是你的菜呢？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那么 OK， 本期的堂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